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哎呀，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，真是让我这个当红娘的又气又好笑。都说现在相亲市场水太深，但是像这样的奇葩事儿，我这10几年做红娘也是头一回遇到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去年下半年，有个帅气的男生小陈来找我，说想找个真心相爱的另一半。第一眼看到他，我就觉得不简单。1米8几的个子，穿着虽然普通，但是举手投足间都透着一股稳重和气质。后来聊天才知道，这位小陈啊，是深圳一家科技公司的老总，年薪1000万起步，还有好几套房产。但是他特别强调，不要把他的真实身份告诉相亲对象，就说他是普通公司职员就好。丽姐，我这些年遇到太多冲着钱来的人了，这次想找个真心喜欢我这个人的。小陈一脸认真地对我说，我能理解他的想法，但还是提醒他，这样容易产生误会哦。再说现在的女孩子，也不能说人家看重物质条件就是拜金，毕竟在大城市生活，柴米油盐都是实打实的开支。我明白，但我想先观察看看对方的为人，如果连最基本的尊重都没有，那再多钱也没用啊。看他意志坚决，我也就答应帮他保密。结果没想到，第一个相亲对象就给了我们一个大大的惊喜。这位女生小美，今年33岁，某外企高管，年薪60多万，家境优渥，长得也挺漂亮的。但一看她的择偶条件，我就觉得够呛，要求男方身高180以上，年薪100万以上，市区至少要有2套房，家世背景必须好，还得有闲钱支持她继续购物自由，这都不过分吧？我自己也是高收入，总不能找个条件比我差的吧？再说我这个年纪耽误不起了。他理直气壮地说。我心想，这性格怕是要撞到铁板上了，但抱着试试看的心态，还是安排他们见面了。谁知道这一见面，好家伙，直接上演了一出好戏。见面是在一家普通的咖啡厅，小陈穿着很日常的衬衫牛仔裤，小美一进门看到他的穿着，脸色就变了，但还是勉强坐下来。我作为红娘在一旁看着，这戏才刚刚开始。你平时都去哪些地方消费啊？小美开门见山地问。一般就是普通的商场，偶尔去平价超市。小陈如实回答。啊，那你平时都买些什么牌子的衣服啊？就普通大众品牌啊，我觉得穿得舒服就行。我看到小美的表情越来越精彩，忍不住想笑，又不能表现出来。这第一幕还没完，更精彩的还在后头呢。听到小陈的回答，小美整个人都不好了，脸上的笑容完全消失了。她喝了口咖啡，故意把杯子放得特别重。哎呀，丽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吗？我都跟你说了我的要求，你怎么给我介绍这样的啊？小美拉长着声音对我说，眼神里满是嫌弃。我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就听她继续数落，你看看穿得这么地摊货，估计连星巴克都舍不得来。要不是我提议换家好点的咖啡厅，他可能要带我去喝奶茶吧。小陈倒是很淡定，笑着说，奶茶挺好的啊，清爽解渴。呵呵，果然。小美冷笑一声，我看你这工作也是个普通职员吧？月薪能有2万吗？租房住的吧？是啊，我确实是普通职员，住单位安排的宿舍。小陈依然保持着微笑。天哪，丽姐，你这是在耍我吗？小美突然提高了声音，引得其他桌的客人都看过来。我1个月工资6万多，你给我介绍个月薪2万的，我图他什么啊？就图他这张帅脸吗？我又不是傻子，我真是看不下去了。刚要开口，小美却站了起来，不好意思，我觉得我们不合适，没必要浪费大家时间了。我建议丽姐你以后给我介绍对象之前，先调查清楚人家的经济实力，别什么阿猫阿狗都往我这儿推。这话说的也太难听了，我当红娘这么多年，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么嚣张的相亲对象。正要发作，就见小陈拦住了我。没关系的，丽姐。小陈依然面带微笑，从包里拿出一张名片。小美小姐说的对，确实要先调查清楚，不如你看看这个。小美不耐烦地接过名片，扫了一眼，脸色瞬间惨白。原来这张名片上赫然写着深圳某知名科技公司董事长陈某某。这是……小美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。
对不起，刚才有所隐瞒，我确实住单位安排的房子，因为那栋楼是我们公司的，我住顶层的董事长套房。小陈的语气依然温和。至于工资嘛，去年税后确实是2万。啥？小美瞪大了眼睛。哦，忘了说了，我们公司前年上市了，我是大股东，光股份分红去年就有3个亿。小陈说这话时就跟聊家常似的，我在旁边看的只想鼓掌。这反转来得太漂亮了，小美的脸色一会儿红一会儿白，跟调色盘似的。她张了张嘴，却说不出话来。不过小美小姐说的对，我们确实不合适。小陈站起身来，我这个人虽然有点钱，但是品味确实俗了点，可能配不上小美小姐这样的精英人士。听完小陈的话，小美整个人都傻在那里了。这转折来得太突然，她一时间竟不知如何是好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她才回过神来。陈总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刚才太无礼了。小美的语气瞬间软了下来。您看，我们能不能重新认识一下？小陈礼貌地摇摇头，不用道歉，你刚才说的都是真心话，我很感谢你的坦诚，正是因为你的坦诚，才让我看清楚了很多事情。这时候小美急了，不是的，陈总，我刚才就是一时心直口快，您别往心里去。你也知道，现在深圳房价那么贵，我们女孩子也是为了将来着想，这不能说是拜金吧？呵呵，我当然理解。小陈点点头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人人都像你这样想，那些月薪2万的人是不是就不配拥有爱情了？他们就活该孤独终老吗？小美一下子语塞了。再说了，小陈继续道，你觉得年薪100万以上的人就一定能给你幸福吗？万一他赚得多，但是天天加班，你连面都见不着呢？或者他有钱，但是脾气不好，动不动就对你发火呢？我在旁边都要给小陈鼓掌了，说得太好了。小美的脸更红了。陈总，我知道错了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保证以后不会这样了。您看，要不我们加个微信，好好聊聊。这时候小陈拿出手机，我以为他要扫码，结果他竟然调出了一段录音。原来他把刚才小美贬低他的话都录下来了。小美小姐，我觉得没这个必要。你看，如果我现在同意和你继续相处，那才是真的侮辱了那些月薪2万的人。他们也许赚的不多，但是他们一样有追求真爱的权利。我今天来相亲，就是想找一个真心喜欢我这个人的伴侣。可是你呢？一上来就打听收入、房子，看不起我穿着普通的衣服，嫌弃我爱喝奶茶。说实话，就算你现在知道我的真实身份，态度大转变，我也不敢相信你是真的喜欢我这个人啊。小陈这番话说的我都想给他竖大拇指，这觉悟绝了。小美听完眼泪都下来了。陈总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您说的对，是我太功利了，但是人是会改变的啊。您就当我是个不懂事的女孩子，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好不好？小陈看着小美哭得梨花带雨的样子，叹了口气。改过自新是好事，但不是为了讨好某个人而改变。你应该从心底明白，一个人的价值不是用钱来衡量的。我在旁边都要给小陈鼓到手掌疼了，这情商，这觉悟，绝了。这时候，小美突然跪了下来。陈总，求求您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是真的喜欢上您了。您这么优秀，又这么有智慧，我现在才知道自己以前多么肤浅。哎呦喂，我看着这场面都傻眼了。在高档咖啡厅里，一个年薪几十万的女高管给人家跪下求原谅，这画面够魔幻的。小陈赶紧把她扶起来，别这样，你这样只会让我更加确定我们不合适。真诚的道歉不需要下跪，真心的喜欢也不需要这样。可是陈总，您都不给我机会，怎么知道我不能改变呢？小美一把抓住小陈的手，您要是不相信，可以考验我啊，我可以从最基层做起，我可以放弃现在的工作去您公司。停！小陈严肃地打断了他，你看，你还是没明白，你说要放弃现在的工作来我公司，这不还是在围着钱转吗？你为什么不能好好做自己，追求自己热爱的事业呢？这时候，小美的电话响了，她看了一眼，脸色有点难看。陈总，是我们公司的紧急会议，我去吧，工作要紧。小陈温和地说。
小美咬着嘴唇，那您能留个电话给我吗？不用了。小陈摇摇头，你好好想想今天的事吧。对了，我建议你以后相亲还是摆正心态，不要用收入、房子这些来评判一个人，这样对别人不公平，对你自己也是一种束缚。看着小美失魂落魄的离开，我不禁感叹，小陈啊，你这是给了他一课啊。丽姐，其实我也要谢谢你。小陈笑着说，要不是你安排这次相亲，我都不知道现在的相亲市场这么现实。哎呀，现在相亲市场确实很浮躁。我叹了口气，很多人都把物质条件放在首位，真心都排到后面去了。但我相信还是有真诚的人的。小陈说着，突然想起什么。对了，丽姐，我听说你手上还有一个特别的客户。是啊，她是个特别单纯的姑娘。我感慨道，工作10几年了，工资也就1万出头，住在郊区的小区里，但是她特别热爱自己的工作，学生家长都很喜欢她，听起来是个不错的姑娘。小陈来了兴趣，可不是吗？我继续说，她对另一半的要求特别简单，人品好，有责任心，能互相理解就行。我问他对方的收入要求，他说够生活就行，他自己也会努力工作。这么善解人意的姑娘，怎么还单身呢？还不是因为条件太普通了。我有点生气，来相亲的男方一听他是老师，工资不高，年龄又大，立马就没兴趣了。唉，这个社会对女性太不公平了。没想到小陈听完，眼睛一亮，丽姐，他这个周末有空吗？能不能帮我约他见个面啊？你对他有兴趣，我有点惊讶。我觉得能坚持自己理想的人很了不起。小陈认真地说，不过丽姐，这次还请你帮我保密身份，我想他应该会喜欢真实的我。听到这里，我突然觉得特别欣慰，也许这就是缘分吧。后来的事情大家应该都能猜到了，王小姐和小陈很快就谈起了恋爱，3个月后就领证结婚了。婚后的王小姐依然在学校教书，小陈也一直支持她的工作。每次回想起这个故事，我都觉得特别温暖。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，还是有人坚持寻找真爱，还是有人愿意用真心对待生活。这也告诉我们，真爱从来都不是用钱来衡量的，而是2个灵魂的相遇。再优秀的条件也比不上一颗真诚的心。好啦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希望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，也希望大家在寻找另一半的路上都能保持一颗赤子之心。我是红娘丽姐，咱们下次见。